我最亲爱的师妹抢了最丑的灵兽，我抱着怀里漂亮的白狐，不厚道的笑了。上辈子，师妹赵明薇一眼就看中了那只模样漂亮的纯白色狐狸，可我选的却是一条看着就凶神恶煞的黑蛇。师妹当时还嘲讽我的灵兽又丑又暴躁，可她怎么也没料到，这条黑蛇的真身竟是九重天上尊贵的龙族太子。太子刚一回九重天，就立刻要娶我做太子妃，师妹嫉妒的彻底疯了，最后竟抱着我自爆金丹，要和我同归于尽，重来一世。她急不可耐地抢先选走了那条黑蛇，我反倒被迫选了那只白色狐狸。只是师妹不知道，太子妃的位置哪有那么好做，抽灵根、断筋脉、剜心头血，这些痛苦的经历就通通让你替我去感受吧。师尊，我想要这条黑蛇。师妹赵明薇拽着师尊的衣袖，撒着娇开口。师尊皱起眉，露出不赞同的神色。明薇，这黑蛇身上的戾气太重了，恐怕不是你能驾驭的，反倒那只白狐周身灵力温和，才更适合你啊。赵明薇却一把将黑蛇抱进怀里，死死攥着不肯松手。不嘛，师尊，徒儿就是喜欢这条黑蛇，我第一眼就相中它了，说不定这就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呢。师尊见他态度坚决，只好无奈又宠溺地揉了揉他的头发。也罢，那就都依你吧。我看着眼前这熟悉的一幕，心头猛地一颤，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竟然重生了。上辈子是我从玄虚秘境里带回了2只灵兽，一条黑蛇，还有一只白狐。玄虚秘境里危机四伏，能在里头存活下来的灵兽肯定都不是普通货色，所以师尊直接做主，让我和师妹分别与他们缔结契约。师妹生的容貌娇艳，性子又活泼讨喜，从小就最得师尊宠爱。她当时一眼就看中了漂亮的白狐，吵着闹着要和白狐契约。师尊连问都没问过我的意见，就把白狐分给了他，哪怕这2只灵兽全是我拼死带回来的。不过我本就没和他争抢的心思，干脆就直接契约了那条黑蛇。可谁也没料到，这条看着平平无奇的黑蛇，真身竟是九重天的龙族太子苍渊。他下界不过是为了历劫，却偏偏被我带出了玄虚秘境，成了我的契约灵兽。苍渊恢复太子尊位后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迎娶我当太子妃。那时候的师妹赵明薇嫉妒的眼睛都红了，她从小到大什么都要争最好的，哪里能容忍我压在她头上？于是在嫉妒的不甘之下，她竟狠心自爆金丹，非要拉着我同归于尽。我收回飘远的思绪，很自然地弯腰抱起了脚边的白狐，指尖触到它毛茸茸的皮毛，心情都跟着轻快了几分。那便祝师妹得偿所愿，能和自己的契约灵兽好好相处，往后互相倚仗。赵明薇小心翼翼地捧着怀里的黑蛇，像是在对待什么失而复得的稀世珍宝。她抬眼不屑地瞥了我一眼，师姐，这一世我要让你亲眼看着我一步步走向巅峰，到时候你们所有人都得被我踩在脚下。我在心里冷笑，好啊，我简直迫不及待了。真没想到世上还有这么上赶着替我挡灾的人。赵明薇哪里是什么小师妹，分明就是活菩萨。上辈子赵明薇只看到了最表面的风光，她只知道我能当上尊贵的九重天太子妃，却根本不知道这一切是我差点丢了半条命才换来的。苍渊的性情极其暴戾，上辈子哪怕成了我的契约灵兽，也从没对我有过半分尊敬。他打心底里厌恶我和他缔结契约，因为他早就有了心上人，那人便是蓬莱州的小公主陆云长。小时候陆云长曾误入玄虚秘境，和苍渊有过一段短暂的交集，就这么一眼便让苍渊对他念念不忘。我把他带出玄虚秘境，在他眼里怕是破坏了他的姻缘，更别说还和他结了契，所以无论我对他多用心，他始终对我冷若冰霜。后来陆云长来流云宗拜师，成了我的小师妹，苍渊的心就更是全扑在了他身上。陆云长灵根受损，苍渊就硬生生挖了我的灵根给他。陆云长中了剧毒，苍渊就逼我去危机四伏的杀戮之地找灵药，我也因此断了全身经脉。陆云长身受重伤，苍渊便日日逼着我剜心头血去救他，直到把我折腾得奄奄一息，苍渊才顺利历劫成功，飞升成了九重天太子。他看着生死不明的我，却突然幡然醒悟，说什么意识到我才是他的真爱，之后更是不顾一切要纳我为妃，连天地的意志都敢违背。可就算上辈子赵明薇没拉着我一起死，我的下场估计也好不到哪去，毕竟那般尊贵的太子殿下又怎么可能真的娶一个凡人做正妻呢？重来一世，我巴不得离苍渊远远的。既然赵明薇这么上赶着往火坑里跳，那就让他去和苍渊上演虐恋情深吧。我只想好好修炼，让自己能在这弱肉强食的修仙界稳稳地挣得一席之地。我抱着白狐回了自己的洞府，他懒洋洋地瞥了我一眼，随即就把毛茸茸的尾巴对着我，那模样明显是不想多搭理人。我心里暗暗叹气，还真是和上辈子一个德行。上辈子我就听说，这白狐虽说血脉纯净，却极不喜欢与人亲近。当初赵明薇和他结妻好几年，都没见过他化形后的样子。我语气客气又疏离，你不用这么提防我，既然你不情愿，我便不会强求与你结契。白狐明显愣了一下，猛地扭过头，一双剔透的眸子直直盯着我。这是他第一次开口和我说话，声线干净又悦耳，
光听着就让人心生好感。你把我带回来了，却不和我结气，和苍渊的阴险狠厉完全不同。白狐的声音清清爽爽，格外招人喜欢，这是自然，凡事都讲究你情我愿。我的契约灵兽会是我一生的伴侣，我又何必找一个和自己貌合神离的伙伴呢？我认真说道，我不求我的灵兽有多强大的能力，只盼着他能真心待我就够了。白狐满脸惊奇地打量着我，上上下下看了我好一会儿，才忽然有些扭捏的开口，其实和你结气也不是不行，只是我们狐族向来专一，若是选定了你，那就算是上穷碧落下黄泉，我也绝不会背弃你。只不过我还需要些时日来确认你说的是不是真心话。话音刚落，我眼前突然闪过一道刺眼的白光，等光芒散去，方才那只雪白的小狐狸竟变成了一个俊美的少年。这少年肌肤白得像无瑕的玉石，五官精致又立体，一头银色长发随意披散在肩头，这般绝美的容貌根本不似人间该有的。更让我窘迫的是，少年此刻竟未着寸缕，白玉般的身子就这么毫无遮掩地暴露在我眼前，我的脸唰的一下爆红，整个人都僵在了原地。天哪，谁能想到这狐狸化形后竟这么好看？就算是10个苍渊加起来，恐怕都比不上他的一根头发丝。你怎么不看我？白狐化为人形后，声线里多了几分勾人魂魄的意味，果然不愧是狐狸精。你先把衣服穿上。我慌忙别过脸，磕磕绊绊地说道，我没有衣服。他小声嘀咕了一句，语气里竟还带着几分委屈。紧接着，一双白玉般的手臂突然从我的身后绕过来，轻轻揽住了我的腰。你想做我的主人，却连件衣服都不肯为我准备吗？这叫什么道理？我哪能料到他会突然化形？我原本都做好了和这只高傲白狐分道扬镳的准备了，可他的手在我腰上缠得很紧，我慌乱之下，干脆一把褪下自己的外衫，盖在了他身上。可我只匆匆瞥了一眼，就又觉得心神震颤，这半遮半掩的模样，看着好像比刚才更诱人了。对了，还没告诉你我的名字。少年忽然开口，我叫墨尘。就这样，墨尘暂时和我住在了一起。我一心想提升修为，每天天还没亮就起床练剑，而墨尘就懒洋洋地在一旁看着我。西河，你方才收剑的动作慢了半拍，这一剑太偏，力道又太轻，根本没什么杀伤力。这招倒是有点样子了，但还是差了点火候。墨尘慵懒地躺在藤椅上，衣襟大敞着，露出线条结实的胸膛。我一边练剑，一边忍不住偷偷瞄他，心里莫名生出3分火气。这男狐狸故意摆出这副模样，不是存心影响我练剑吗？那你倒是说说，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，到底要怎么做才可以？我停下动作，没好气地开口，严重怀疑他是故意刁难我。可下一秒，那名银发少年竟突然起身朝我走来，从身后轻轻揽住了我，温热的呼吸霎时打在我的脸颊上，我浑身一僵，连动都不敢动了。紧接着，墨尘握住我的手腕，带着我重新使出了方才那招总也练不好的剑法。凝神，把灵力都输送到剑尖。墨尘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我连忙定下心神，跟着他的动作完整舞出了一整套剑法。真的不一样了，有了墨尘的指点，这一招的威力竟比方才提升了数倍不止。我不由得狐疑地打量着他，这狐狸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明明他身上的灵力感知起来那么微弱，看着一副脆弱不堪的样子，可眼力却厉害的可怕，一眼就能揪出我招式里的问题。他就像个解不开的谜，不管是上辈子还是这辈子，我都从没真正了解过他。我正想开口问些什么，下一秒却突然感受到一股极强的能量波动，方向正是赵明威的洞府。我立刻拉着墨尘赶去那边看热闹。只见赵明威狼狈地跌坐在地上，眼眶泛红，正用一种脆弱又深情的眼神望着身前的黑衣男子。那男子长相阴鸷凶狠，我却再熟悉不过，正是龙族太子苍渊。该死的女人，我都说了不愿和你结契，你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肯和我解除契约？苍渊死死掐着赵明威的脖子，怒声低吼。赵明威被掐得几乎喘不过气，却依旧执拗地看着他。阿渊，我是真心实意喜欢你的。苍渊脸色一沉，不耐烦地将他狠狠甩了出去。赵明威的身子正好落在我的脚边，我故意弯下腰，慢悠悠地开口：师妹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还和自己的契约灵兽打起来了？赵明威刚要开口说些什么，可在瞥见墨尘的瞬间却猛地怔住了，一双眼睛里瞬间溢满了惊艳。可没过多久，那惊艳便被浓浓的嫉妒彻底取代。你就是那只白狐，为什么这一世你这么早就化形了？为什么上辈子不管我怎么做，你都不肯化形见我？赵明威的脸被妒火灼烧的有些扭曲，他往前跨了一步，伸手就想去抓墨尘的衣袖，却被我伸手稳稳挡住了。师妹，你在胡说什么呢？墨尘是我的契约灵兽，你的契约灵兽分明是那条黑蛇，就在那边呢。我伸手指了指一旁面色阴沉的苍渊，赵明威这才回过神，连忙不敢再看墨尘，又把所有心思都扑到了苍渊身上。他俩在院子里拉拉扯扯，没一会儿的功夫，就引来了不少看热闹的宗门弟子。这是啥情况啊？小师妹怎么对自己的契约灵兽这么卑微？可不是吗？这条黑蛇也太桀骜不驯了，都已经结了气，居然还想伤害自己的主人。你们快看大师姐的灵兽，我的天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就算实力差点，光这颜值也值了。
听到有人夸赞自己的容貌，莫尘偷偷勾起了嘴角，还生怕我瞧见，特意转过身背对着我。殊不知他那点小动作早就被我尽收眼底。这狐狸向来自负，我可是再清楚不过了。也就在这时，师尊匆匆赶了过来。他看到自己疼爱的小徒弟竟这般卑微地讨好一条小黑蛇，脸色瞬间沉了下去。啮触而赶，师尊抬手就朝苍渊打出一掌。赵明威吓得尖叫一声，猛地扑到苍渊身前护住他。师尊，您别伤他。话音刚落，他就哇地吐出一大口血来。师尊心疼的不行，又气又急。明威，你怎么还护着这孽畜？苍渊是我的契约灵兽，不管他做什么，我都要站在他这边。赵明威还在大声宣扬着自己对苍渊的爱意，却没注意到师尊眼中越来越深的失望。这时苍渊突然冷哼一声，语气嚣张又不屑：谁要你多管闲事护着？臭道士，你竟敢对我动手！话音未落，他竟直接朝着师尊发起了攻击。师尊一时不备，真被苍渊结结实实击中了，顿时喉咙一甜，险些吐出血来。我见状，立刻上前扶住师尊，厉声呵斥道：大胆孽畜，竟敢对我流云宗掌门动手！赵明威的脸吓得惨白，却还是死死挡在苍渊身前，声泪俱下的哀求：师尊，求您宽恕苍渊吧，他本性不坏的，是我非要和他缔结契约，才惹得他动了怒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您要罚就罚徒儿吧。赵明威笃定，凭着师尊对他的宠爱，这件事定然会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绝不会真的重罚苍渊。可师尊却冷冷开口：既然你执意要为这孽畜求情，那就去戒律堂自领10鞭，还有3年后的门派大比你必须参加，只有胜者才有资格成为我流云宗的下一任掌门人。赵明威瞬间瞪大眼睛，脸色煞白，满是不可置信。挨鞭子倒还好，不过是疼一阵子的事，可师尊后面那句话却让他彻底慌了神。要知道，师尊早就私下透露过，他是内定的下一任掌门，只要修为跟上，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，所以他向来没什么紧迫感。可如今师尊明说要凭大比定掌门之位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我在宗门弟子里向来是修为最高的那个，若是对上我，他哪里有胜算？赵明威慌忙想上前再和师尊求情，可师尊却头也不回地拂袖离去。剩下的弟子见没了热闹可看，也纷纷散去。临走前还不忘挖苦赵明威几句，则这下有好戏看了，要和全宗最能打的大师姐正面较量。小师妹，你自求多福吧。陆西河，赵明威黑着脸，怒气冲冲地看向我。师妹，这是怎么了？突然发这么大的火，难不成是知道自己不是我的对手，开始害怕了？我故作疑惑地问道。赵明威被我噎得说不出话，半晌才反应过来，咬牙道：哼，你别得意，3年后我肯定能击败你，我说过，定会把你狠狠踩在脚下。说完，他又满脸爱慕地奔向苍渊，柔声细语地询问他有没有受伤。莫尘将下巴轻轻抵在我的肩膀上，语气慵懒又细谢：你这师妹怕不是个假的人类吧？怎么比看家犬还会摇尾巴讨好？我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这狐狸的嘴巴还真是够毒的。我清楚赵明威的心思，他无非是想继续讨好苍渊，毕竟他是堂堂9重天太子，若是愿意帮他拿下门派大比的魁首，还不是易如反掌？我在心里摇摇头，傻师妹啊，事情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之后我便拉着莫尘开启了没日没夜的修炼模式，我太迫切的想要变强了，上辈子任人宰割的滋味还清晰的刻在骨子里，我比谁都明白，只有拳头够硬，才有说话的底气。若是上辈子我有能和9重天抗衡的实力，早就一剑杀了苍渊，又怎会落得那般凄惨的下场？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又惊奇地发现，不管我修为进步得多快，莫尘总能跟上我的节奏。他的灵力看着没什么增长，可却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修炼中的问题，这份眼力恐怕就连师尊都比不上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赵明威那边时不时就会传来他和苍渊的消息。如今整个流云宗没人不知道小师妹成了那条黑蛇的舔狗，费尽心思就为了博他一笑。他整日忙着讨好苍渊，训练场更是许久没踏足过，明显是想把捷径走到底。只不过他注定要失望了，因为没过多久，陆云长就来了。身为蓬莱州的小公主，陆云长身份尊贵，一入宗门就直接拜入了师尊门下，成了新的小师妹。再加上她生得娇美动人，性子又温婉随和，很快就在宗门里收获了极好的人缘。最让赵明威无法接受的是，苍渊竟突然铁了心要和他解除契约。这天我正和莫尘从训练场回来，就听到了赵明威那尖锐又委屈的哭喊声：阿渊，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现在竟要为了这个女人和我解气？我早就说过厌恶你，是你非要强行留下我，我心里自始至终只有云长，你别再白费力气了。苍渊满脸的厌恶像针一样刺痛了赵明威的神经，大颗大颗的眼泪从他眼眶滚落。陆云长娇笑着开口，语气里满是假意的劝慰：
师姐，强扭的瓜不甜，既然阿渊心里没有你，你又何必苦苦强求呢？赵明威怨毒地瞪着他，我心里清楚，以赵明威的嫉妒心，走上歧路是迟早的事，他现在只差一把火来点燃这一切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我就听说了苍渊竟硬生生挖走了赵明威的灵根。陆云长多年前修炼时出了岔子，导致灵根受损，这次拜入流云宗，本就存着修复灵根的心思。苍渊不知从哪儿得知了这件事，竟然对赵明威说：“你既然这般爱我，不如就把你的灵根献给长儿，也算了却我一桩心事。”师尊听说这件事后勃然大怒，赵明威毕竟是他从小宠到大的徒弟，总归是有几分情谊在的，他不好轻易处置背景强大的陆云长，便想出手教训苍渊，可赵明威却再次挡在了苍渊身前。师尊莫要伤他，一切后果都由徒儿一人承担。最终，师尊的脸色由白转青，对赵明威算是彻底失望了，只留下一句冰冷的：“既然如此，你莫要后悔。”便拂袖而去。从这之后，全宗上下没人不说赵明威是被下了蛊，不然怎会对一只灵兽这般死心塌地？等我再见到赵明威时，他正痛苦地蜷缩在地上，脸色惨白如纸，额头上的冷汗不断往下冒。陆西河，看到我这副模样，你是不是很得意？他声音嘶哑，语气里满是不甘。呵呵，你根本不懂，阿渊只是还没意识到他爱的人是我罢了。我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实在想不通赵明威这般折腾有什么意义，费尽心机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，就为了讨一个男人的欢心。就算他真的如愿当上太子妃又能怎样？到头来也不过是依附男人的菟丝花，在对方面前连半点话语权都没有。上辈子我被挖走灵根后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有朝一日亲手报仇雪恨。可赵明威倒好，竟觉得自己离攻略苍渊又近了一步。师妹，你如今没了灵根，有没有想过3年后的门派大比该怎么办？我忍不住开口问道。这话一出，赵明威的脸色瞬间变了。他这段时日忙着讨好苍渊，早就把门派大比抛到了九霄云外。师姐，你帮帮我，我们好歹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同门，求你帮我杀了陆云长。他抓着我的衣袖，状若疯魔，只要没了陆云长，阿渊就一定会看到我的好。我轻轻拂开他的手，劝道：你清醒一点吧，就算没有陆云长，苍渊也绝不是你的良配，现在离他远远的还来得及。赵明威红着眼睛嘶吼：陆西河，你不肯帮我就算了，用不着在这里看我的笑话。我摇了摇头，转身离去。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！赵明威就算是撞了南墙，恐怕也不会回头。门派大比的日子越来越近，我每日都不敢有丝毫松懈，拼了命的修炼。在墨尘的悉心指点下，我的修为进步神速，训练场上几乎没人能是我的对手，除了陆云长。自从灵根修复后，陆云长的修为也开始1日千里的提升，宗门里人人都夸他是不识出的天才，可只有我知道，那是因为苍渊在偷偷不断给他输送灵力，想帮他在门派大比上一举夺魁。苍渊这人爱憎向来极端，爱一个人时恨不得把世上最好的都捧到他面前，恨一个人时却巴不得对方立刻去死。为了帮陆云长快速提升修为，他甚至动用了自己的本源之力，连脸色都变得越来越苍白。他本是赵明威的契约灵兽，却这般不遗余力地帮助陆云长，自然惹来了不少弟子的闲话。师姐，您真厉害，不过下次我肯定会进步更快的。陆云长被我击落了手中的长剑，却半点不恼，依旧笑嘻嘻地说道。两世为人，我当然清楚他绝非表面这般单纯。陆云长的手段可比赵明威高明多了，往往3言2语就能把局势扭转到对自己有利的地步。上辈子他就轻轻松松让苍渊把我折腾得半死不活，那我就拭目以待3年后和师妹的正式比试了。我淡淡开口，眼底闪过一丝冷意。我本不想再多说什么，可陆云长却突然开口，语气里带着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。师姐的灵兽生得可真好看，和师姐站在一起，倒像是2个世界的人呢。他的目光柔柔地粘在墨尘身上，眼里的惊艳和渴望半点都没掩饰。我脸色瞬间一沉，这阴阳怪气的话谁听不出来？而且他竟然还打上了墨尘的主意。我正要开口驳斥，墨尘却先一步圈住了我的后腰，将下巴轻轻抵在我的肩上，语气暧昧又带着几分戏谑。多谢你的夸赞，我们狐族向来很看重容貌，选的主人也必须是美人，所以你还是别打我们狐族的主意了。这话一出，陆云长的脸色当即就变了。墨尘这分明是明晃晃地嘲讽他相貌平平，他身为蓬莱州的小公主，何时受过这种挖苦？此刻被落了脸面，整个人都显得极为不自在。呵，师姐的灵兽还真是牙尖嘴利，我就先不奉陪了。他撂下一句硬话，便匆匆离去。我本以为这只是个无伤大雅的小插曲，没想到竟还有后续。这天我回到洞府，却怎么也找不到墨尘的身影，正要出门去寻他，就见一名弟子慌慌张张地朝我跑来。师姐，出事了，你的灵兽突然凶性大发，竟然想玷污云长师妹的清白，你快去看看吧。我的脑子嗡的一声炸开，确定没说反吗？以墨尘那惊世的姿色，怕不是陆云长想玷污墨尘才对。我心里10000个不信，但还是立刻快步赶往陆云长的洞府。刚到门口，就瞧见陆云长哭得梨花带雨，
正虚弱地倚靠在苍渊怀里，而苍渊则一脸心疼地抱着他，转头就恶狠狠地瞪向莫尘。至于莫尘，正一脸生无可恋的模样，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了。一见他这模样，我悬着的心就稍稍放了下来，只要他没事就好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走上前，不动声色地将莫尘护到了身后。陆云长见我来了，哭得更凶了，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。师姐，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方才莫尘竟然想非礼我，我实力不济，差点就被他得逞了。就算他是师姐你的灵兽，也不能这般仗势欺人。我一个清白姑娘，名声差点就被他毁了。苍渊心疼的不行，对着我怒吼道：“陆西河，识相的就把这狐狸交出来，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”我简直要气笑了。而莫尘显然比我更气愤，他冷声道：“非礼你，我和你之间就算真有什么，貌似也是你占了便宜吧？我是有多不开窍，才会去非礼你？明明是你故意引我过来，勾引不成就反过来往我身上泼脏水。”莫尘这话一出，我瞬间就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。我早就察觉到陆云长对莫尘有想法，却没想到他竟这般直接，连半点颜面都不顾，还蓄意设局陷害。亏他还是名门望族出身的天之娇女，真是半点名节都不要了。你说莫尘非礼你，可有什么证据？我看向陆云长，冷声追问。他平白无故出现在我的洞府，这难道还不能证明吗？不然好端端的，他来我这里做什么？陆云长强撑着辩解。莫尘涨红了脸，支支吾吾道：“那分明是因为了半天，却始终没说出个所以然来。”我狐疑地看向他，难不成他还有什么把柄落在了陆云长手里？休要狡辩，你这该死的狐狸！今日我便将你就地诛杀！苍渊怒吼一声，便朝着莫尘攻了过来。我目光一凝，迅速拔剑挡住了他的攻击。陆西河，你这是存心偏袒他，事情的真相还没查明，我自然要护着我的伙伴。我特意加重了伙伴二字，我从未将莫尘当成自己的所有物，他帮了我这么多，在我心里我们是平等的关系。莫尘在一旁怔怔地看着我，长这么大还从未有人这般坚定地护着他。很快我和苍渊便缠斗在了一起，他的修为依旧高深，哪怕还没觉醒九重天太子的记忆，实力也已然很强，但我早已不是前世那个只能任他宰割的陆西河了。这辈子我从未懈怠过修炼，付出的努力是旁人的好几倍，再加上莫尘的悉心指点，我的修为早已今非昔比。一时之间，我和苍渊打得有来有回，难分高下。苍渊满脸惊讶地看着我，显然没料到我竟能和他打成平手。他看向我的眼神也变了，不再是看待蝼蚁般的轻蔑，而是将我当成了真正的对手。上辈子他何曾给过我这样的眼神？果然，想要不成为别人的玩物，就必须让自己强大起来。一番激战后，我和苍渊同时向后退了数步，各自吐出一口鲜血，谁也没能彻底击败对方。最终还是师尊及时出面，将我们二人分开。胡闹！流云宗门规明令禁止弟子私下寻衅滋事，你们都忘了吗？师尊沉声道。师尊，是师姐的灵兽先非礼我的。陆云长还想辩解，师尊疲惫地揉了揉额头。既然你们各执一词，争执不休，那就好好看看到底是谁有错在先。说罢，师尊双手快速结印，一面散发着微光的回溯镜便凭空出现。陆云长的瞳孔猛地一缩，脸色瞬间煞白。只见回溯镜中，莫尘刚踏入陆云长的洞府，他就不由分说地贴了上去，还死死抱着莫尘不肯撒手。莫尘无奈之下，只好用蛮力将他甩开，可陆云长竟直接扯烂了自己的衣衫，开始撒泼叫嚷着莫尘非礼他。这不是真的！陆云长慌了神，急忙狡辩，却没注意到身旁苍渊已然发黑的脸色。我悠悠开口，流云宗的回溯镜可是上古传下来的法宝，上晓阴阳，下通黄泉，又怎么可能有假？陆云长彻底心如死灰，他万万没想到流云宗掌门竟还有这样的宝物，更没料到事情会败露得如此彻底。最终，师尊极其失望地看了他一眼，罚了他1年的俸禄，还下令让他去戒律堂闭门思过。周围的弟子们顿时议论纷纷，满是鄙夷，还说是什么蓬莱州小公主呢，竟然这么不知廉耻，去勾引大师姐的灵兽。对啊，亏我之前还觉得他温柔善良，没想到心肠这么歹毒。陆云长不敢去看苍渊的脸色，慌忙辩解，不是这样的，阿渊哥哥，你听我解释。可回应他的只有苍渊愤然离去的背影。回到洞府后，莫尘心疼地看着我身上的伤，小心翼翼地为我擦拭药膏。疼吗？不疼。这场战斗反倒让我受益匪浅，我没说谎，一场酣畅淋漓的对决确实能让人学到不少东西。为什么要为了我打架？为什么这么相信我？莫尘突然红了眼眶，打断了我的思绪，语气里满是动容。都说了，你是我的伙伴啊，我知道你的为人，你绝不可能做出那种事，所以我当然要护着你。我坦然回道。莫尘琥珀色的眸子定定地看着我，眼中忽然涌起一种我看不懂的情绪，温柔又缠绵，和上辈子苍渊看我的眼神截然不同。在这样的目光注视下，我的心脏竟不受控制地剧烈跳动起来。
等等，你到底为什么会去陆云长的院子？我突然想起了这件事，连忙追问。莫尘有些恼怒的嘟囔，还不是他说你今日去训练受了重伤，正在他的洞府里休养。我心里一急，根本没多想就冲过去了。啊，原来莫尘是因为担心我才中了陆云长的圈套。我心里觉得好笑的同时，又涌起一股暖流，忍不住打趣道：你这么担心我，该不会是喜欢我吧？莫尘身子一僵，随后连耳根都染上了淡淡的粉色。下一秒，一条毛茸茸的狐狸尾巴就缠上了我的腰。他声音低哑地开口：你对我这般好，我自然是心悦你的。说完，他满怀期待地看向我，美色惑人。我脑子一热，也稀里糊涂地回了句：我一心悦于你。话音刚落，莫尘的眼尾瞬间泛起妖艳的红色，他似乎在极力忍耐着什么，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，脸上还露出了几分难耐的神色。我两世为人，哪里会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慌忙想推开他。你们狐狸的发情期都是说来就来的吗？莫尘有些委屈，我们狐族表达感情最是直接，没有你们人类那么多弯弯绕绕。既然认定了你，就怎么也克制不住对你的喜欢，但是也不能，我还想拒绝，可已经晚了。巨大的狐狸尾巴早已封死了我的退路。西河，是你先来招惹我的。不，等等，别碰那里！狐狸是不是天生就这么会？总之，那一晚我仿佛如坠云端，彻底达到了灵肉合一的境界。我嘴上无意识地说着不要，莫尘却依旧不听，真是只坏狐狸。从那之后，我终于和莫尘正式缔结了契约。白天我们一起训练，晚上他则换了种方式训练我。我觉得再这样下去，自己都要散架了。可看着莫尘那湿漉漉的可怜眼神，我又不忍心拒绝他。罢了，随他去吧。时间一晃，3年之期已到，门派大比终于拉开了帷幕。只要能取得最终的胜利，就能继承整个流云宗。所有弟子和他们的灵兽都跃跃欲试，唯独赵明威是只身一人。此刻的赵明威眼眶深陷，皮肤惨白，整个人毫无半分精气神。而他的契约灵兽苍渊却站在了陆云长身边，成了陆云长的灵兽。没错，赵明威终究还是被迫和苍渊解除了契约。1年前，不知为何，陆云长突然中了奇毒，还偏偏需要赵明威的心头血才能解毒。苍渊得知后，毫不犹豫地剜了赵明威的心头血，随后又强行逼迫他解除了契约。赵明威先是没了灵根，又损伤了根本，如今彻底成了一个普通人，甚至连寻常人的身体都比不上。他的遭遇，全宗上下无人不唏嘘，就连师尊也忍不住连连叹息。可都到了这种地步，赵明威还执迷不悟。我就是为阿渊而生的，就算他想要我的命，我也会毫不犹豫地给他。没救了，我无奈地摇摇头。赵明威已经彻底疯魔了，付出了这么多，想让他放弃苍渊根本不现实，一切只能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我将所有心思都放在了门派大比上，和莫尘结契后，我们的配合越发默契，我的本就不低的修为，如今更是突飞猛进，赛场上几乎无人能敌。直到对上陆云长和苍渊，我心里清楚，只要能打败他们，我就是下一任的流云宗掌门。师姐，请吧。陆云长语气冰冷地开口，我和他几乎同时动了手。一个回合下来，我不由心头一震，陆云长的修为竟然进步得如此之快。苍渊到底给他输送了多少灵力，还真是深情。上次已经揭穿了陆云长的真面目，他竟还这般无怨无悔地为他付出。但我也不差，无论陆云长使出怎样的招式，我都能轻松化解。他的修为全是苍渊硬堆起来的，空有一身灵力，却极度缺乏实战经验。而我不同，我日日和莫尘切磋，修为和实战能力都实打实的过硬。没过多久，陆云长的灵力就被我耗去了大半，招式也渐渐弱了下来。我找准时机，一剑将他击落在地。一旁的苍渊想上前阻拦，却被莫尘死死缠住。臭狐狸，滚开！苍渊只觉得莫尘难缠至极，明明灵力看起来并不高强，却总能死死拦住他，身法更是诡异的很。你输了。我提着剑，在陆云长不可置信的目光中，将他彻底掀飞出去。陆云长重重摔在地上，猛地吐出一口鲜血。门派大比最终获胜者陆西河，裁判高声宣布结果，只要被击落擂台，便算是彻底落败。这一刻，我欣喜地抱住了莫尘，3年来的努力终究没有白费。上辈子这个时候，我早已成了一个无法修炼的废人，可这辈子，我却彻底逆转了自己的人生。莫尘温柔地将我拥入怀中，那双漂亮的琥珀色眼眸里盛满了化不开的爱意，轻声道：西河，你一直都是我的骄傲。这怎么可能？我没有输。陆云长瘫在地上，满脸不甘的喃喃自语，怎么也不肯接受这个结局。可下一秒，他突然瞪大了眼睛，惊骇地低头看向穿透自己心口的长剑，鲜血正顺着剑身汩汩往外涌。只见赵明威站在他身后，脸上是近乎癫狂的猖狂笑容，连眼泪都笑了出来。你终于死了，终于死了！我等了好久，
才等到这个机会，哈哈哈哈！你死了，阿渊哥哥就是我的了。谁也没料到赵明威竟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对陆云长痛下杀手。苍渊见状，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绝望哀鸣，抬手就将赵明威狠狠击飞出去。他扑到陆云长身边，颤抖着将他抱进怀里。长儿，长儿别怕，有我在。苍渊疯了似的往陆云长体内输送灵力，可无论他怎么努力，陆云长的身体还是渐渐失去了温度，彻底没了声息。长儿，苍渊红着眼睛，发出一声痛苦欲绝的大吼，紧接着他周身猛地爆发出极其强横的能量波动，整座比武台都跟着剧烈震颤。不好，快跑！我心头一紧，立刻拉着墨尘转身就跑。眼前这场景我再熟悉不过，苍渊这是要觉醒九重天太子的记忆了。刹那间，风起云涌，天际雷声滚滚，刺目的金光撕裂云层，那是天界在迎接他们的太子殿下。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得呆立原地，唯有赵明威还在兴奋地大喊：阿渊哥哥，你现在知道了吧？我才是最爱你的那个人。他脸色涨得通红，已然开始幻想自己成为九重天太子妃的模样。在他看来，自己的所作所为和上辈子的我如出一辙。苍渊定会在历劫飞身后幡然醒悟，意识到他才是值得珍惜的真爱。然而，苍渊却缓缓转过头，眼神冰冷地像淬了寒冰。贱人，我要你为长儿偿命！话音未落，他猛地摆动龙尾，只听砰的一声，赵明威的肉体瞬间被击碎，他脸上的激动甚至都没来得及收回，就彻底没了气息。我看着他的惨状，忍不住叹了口气。上辈子苍渊根本不是突然醒悟的，那时我深知自己早晚会被他虐杀，便绞尽脑汁设计，让陆云长在苍渊面前暴露了真面目。苍渊大失所望，才将那点情爱寄托到了我身上。可这辈子赵明威只会一味付出，在苍渊眼里，那些不过是他理所应当做的。他非但没揭穿陆云长，还亲手杀了他，反倒让陆云长成了苍渊心头永远的白月光，彻底加深了苍渊对陆云长的执念。所以苍渊第一个要杀的自然是他。我劝过他无数次，可他偏偏屡教不改，如今这个下场只能说是咎由自取。虚伪的凡人，长儿被你们害死了，我要你们通通为他陪葬。苍渊的黑色龙身在雷云中若隐若现，巨大的威压笼罩着整个流云宗，仅仅一个摆尾就将宗门大半建筑碾成了废墟。苍渊，你身为九重天太子，岂能这般草菅人命？我强撑着稳住摇摇欲坠的身体，仰头质问道：你区区一介蝼蚁，也敢和姑这般讲话，真是自寻死路！苍渊怒吼一声，张口喷出灼热的龙息，无数修士惨叫着四散躲避，没躲开的瞬间就化为了灰烬。糟了，苍渊彻底疯了，照这样下去，整个修真界都要为他的执念陪葬，都去死吧！随着苍渊一声咆哮，巨大的龙尾裹挟着毁天灭地的力量，朝着我狠狠扫来。我瞳孔骤缩，难道这辈子还是躲不过死亡的命运吗？我好不甘心，这一世我明明已经足够努力，还遇到了视我如珍宝的爱人，可在出身尊贵的太子殿下眼里，我依旧只是只微不足道的蝼蚁。天道，你何其不公！就在我以为必死无疑时，9条硕大蓬松的雪白虎尾突然挡在我身前，稳稳接住了苍渊的攻击，他的力量竟半点都没能伤到我。我震惊地抬头，只见一只通体雪白的9尾天狐出现在我眼前，威严又神圣。墨尘！我失声惊呼，那个所有人都以为空有皮囊的白狐，竟然是上古神兽9尾天狐。你是墨尘帝君？天际传来苍渊难以置信的声音，满是惊骇。9尾狐慵懒地晃了晃尾巴，语气漫不经心：是我，小黑蛇，你怎么还是和历劫前一样暴躁？真是丢尽了你们九重天的脸面。原来墨尘竟是青丘的帝君，身份地位与九重天天地平起平坐，甚至如今历劫归来，实力怕是比天地还要强盛几分。你伤了本君的君后，还蔑视3界苍生，这个罪名就算是太子殿下也难辞其咎吧。墨尘的声音不高，却带着不容置喙的威压。苍渊瞬间变回人形，方才那副要覆灭3界的疯狂模样荡然无存，小心翼翼地对着墨尘陪笑。最后他只能灰溜溜地逃回了天界，连陆云长的尸体都没敢带走。怎么不说话了？西河夫人。墨尘变回人形，伸手捏了捏我的脸颊，语气带着几分打趣。我一把拍开他的狐狸爪子，又气又好笑。本以为你是只柔弱可欺的小狐狸，结果你竟然来头这么大。说为什么一直瞒着我？墨尘立刻露出委屈的神情。我真没瞒着你，我也是方才才觉醒的记忆，哪里敢欺骗夫人啊？我无奈的满头黑线，下一秒就被他紧紧圈进怀里。无论我是谁，都绝不会强迫你做半点不喜欢的事。你先是陆西河，然后才是墨尘的夫人，我会永远支持你想做的任何事。墨尘的声音温柔又坚定，我抬头与他对视，眼中满是笑意。好啊，那今后就请帝君多多指教喽。
30年后，我成功飞升成神，刚到神界，墨尘就迫不及待地向我求亲，送来的聘礼几乎掏空了整个青丘山，四海八荒无人不羡慕我觅得如此良人，可我却退回了他的聘礼，认真道：我若现在便嫁于你，旁人定会说我高攀，帝君可愿等我，等我能凭自己的实力，堂堂正正站在你身边的那一天。墨尘温柔地笑了，眼底满是纵容，这是自然，等你多久我都愿意，即便成了神仙，我也丝毫不敢懈怠，修炼成了我的头等大事。墨尘终于忍不住委屈巴巴地抱怨：夫人，就算咱们暂时不成亲，你也不能这般忽视我啊，我都独守空房整整3天了。不过才3天，竟被他说的跟3年似的。就在这时，门外弟子来报，说九重天的太子殿下求见我，是求见我，而非求见墨尘。那条长冲来做什么？墨尘立刻黑了脸，语气满是不悦。我出门相迎，苍渊见到我，竟瞬间红了眼眶，哽咽着唤道：西河！我吓了一跳，这么熟稔的称呼是怎么回事？这辈子我和他明明半点交情都没有。西河，我全都想起来了，上辈子你为我付出了那么多，你心里是有我的，对不对？苍渊上前一步，眼中满是急切，跟我回九重天吧，这一次我一定娶你做太子妃。我一怔，原来他是回忆起了上辈子的事。救命！我是真的不想再和这个暴躁狂扯上半点关系。我的腰身突然一紧，墨尘黑着脸出现在我身后，周身寒气四溢。苍渊，看来你这太子之位是不想要了，竟敢肖想本君的君后。话音落，他身后浮现出9条巨大的虎尾，威压瞬间笼罩四周。苍渊下意识后退几步，满脸忌惮：西河，你是爱我的，是墨尘帝君强迫你的，对不对？苍渊还不死心，试图辩解。墨尘正要发作，却被我伸手拦住。我看着苍渊，语气平静却坚定：苍渊，你知道你和墨尘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吗？墨尘尊重我，将我放在平等的位置上，而你从始至终都只把我当成你的附属品，那种虐恋情深的戏码，我真的陪你玩够了。以后你若再敢踏入青丘半步，我定然不会对你手下留情。苍渊的脸色瞬间惨白，怔怔地站在原地，再也说不出一句话。从那之后，我再也没见过他。100年后，我成功飞升上神，与墨尘举办了一场轰动3界的盛大婚礼。这一世，我终于真正主宰了自己的命运。